亲爱的，这是我们第一次搭帐篷。在过程当中，你会感受到一种能量。我觉得生活是去享受，去体验。很辛苦哎，接受你的想法是需要一点时间的。我是一个很容易被他的情绪影响的人。哇，这是什么？我知道他会喜欢这份礼物。我觉得我们2个人在一起的时间不够。Thank you。赵师兄。其实我很迟才知道，原来这是一个录影节目。其实这是我们第一次2个人一起参与一个综艺性质的节目。This is our welcome gift. This is for you. 我就在想，录音哇，是一个怎么样的录音？好久不曾在荧幕前合体的戚玉武和白薇秀夫妇，经过6小时的航程后，即将在韩国展开生平的第一次露营体验。这是导游 Dennis 给我们的爱心早餐，这个是他妈妈煮的鸡蛋。敲我的头！为什么你这样对我？嗷，爸爸！你干嘛？要拉近一点距离。因合作戏剧擦出爱苗的戚玉武和白薇秀，在2014年9月9日官宣仅1年多的恋情开花结果，低调闪婚，震惊本地娱乐圈。我们2个人，一个广州来的，一个新加坡的，怎么可能会相遇呢？为什么老天会安排我入行？其实我当时还是学生呢，1年只拍2部戏，每一部戏都是跟他，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？所以我真的是相信缘分的。当初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也是有点害怕的，因为如果不成功的话，你可能连这个朋友都做不成了。你在飞机上有没有睡觉？有，我很兴奋哎，来到韩国。对，我能感觉到，你从昨天就开始兴奋了。原来我看了这么多韩剧，可是我从来没有来过韩国。戚玉武和白薇秀目前已育有2个孩子的他们，今年迎来结婚10周年。从未录音过的他们，这一次想为这10周年写下独特回忆，挑战自己，来一次不一样的旅行。我们5周年的时候去摩洛哥，不是去 glamping 吗？在沙漠。然后今年10周年，我们 downgrade 没有 glamping 啊，现在是去睡一个帐篷哎。我们自从2个人在一起之后，也就没有在一起拍戏了。然后这个节目其实他是比较抗拒的那个，我是那个比较积极想要了解更多的。后来我就说，因为其实我们今年庆祝10周年嘛，我说其实这样的一个节目也可以
给我们留作一个纪念。你有露营过吗？印象中可能在上学的时候有露过营吧，然后我觉得很苦，又睡得不舒服，然后又没有得洗澡。以前读书的时候吧，真的？啊，那帐篷就靠你了，我是不会搭帐篷的。那你会期待跟我露营吗？不期待。为什么？我没有试过露营，我不知道，我很怕蚂蚁啊。我自己也没有露营的经验，一方面是很好奇，另外一方面也是有点担心，因为怕自己适不适应。还要多2个小时，我们才到下一个地方。祝我们好运！位于韩国半岛西南部的全罗南道，由广阔的山脉、田野、大海和众多的岛屿组成，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山、湖、河、海、岛等原始地貌，也被誉为生命之地。戚玉武和白薇秀的露营地点就在全罗南道上的慈恩岛，它是1004个大大小小岛屿组成的新安郡的其中一个小岛。因韩文1004的发音冲沙与天使相近，因此这些群岛又有天使之岛的美誉。天使之岛大多保持了原生态的纯净，除了是一个露营度假的绝佳好去处外，这里还有许多活动等着夫妇俩去体验。首先，他们得先在海边营地自己搭帐篷，接着他们会去沙滩体验骑马和挖蛤蜊。第2天还要走进泥滩抓八爪鱼。然后到盐田体验盐农推盐的辛劳。怎么堆成一个山呢？堆不了啊！好累。你们今天晚上在这个地方睡觉，在前面，空气好，天气好，风景特别美丽啊。这个位置是最好的风景的位置。我们准备这个地方为了你们看一下啊。你先看看吧，讨论，商量一下。我讨论也搭不了啊。搭不了的话，先看一下，积极努力啊。OK， 来讨论，不要打仗啊。好吧。OK， 不要打仗。OK， 拜拜。拜拜。怎么搭？先看看有什么吧，好不好？我都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东西。你看这个是什么？这是风扇啊。那个明显是风扇，这些一包一包的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应该是桌子。这个灯怎么用？啊，这个是要插电的。哦，这个椅子，这个，哎呀，这几个，我们就这样。这边有点晒，那这样风扇。还风扇都比这里风大呢。铺个地毯这样就更漂亮吗？更 cozy 一点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我好累啊！我们现在先这样 enjoy 一下先，等一下再搭帐篷。我们应该要先苦后甜。先 enjoy 一下再说了。哎呀，苦完了就没有得甜了。我的就是那种，哎呀，赶紧把最烦、最讨厌的事情先把它处理掉，然后才慢慢的来享受。你好像不是这样。你要一边做一边享受吗？可是做完了就没有享受，做完就全身汗，怎么享受？我眼睛睁不开，太亮了。你坐这边，你那边比较阴凉一点。那你坐那边。快点啊，我们去搭帐篷啊！要不然导播要来，要不然导播要来催你了。先坐一下先。所以我跟你说，很多人不知道你就是这样的。没有要一边做一边 enjoy， 不要做完了才 enjoy。其实我很难说服你的，我发现。OK 了，你要搭就搭了，来搭，来搭。其实就好像在建造一个家一样嘛，不是吗？没有，我的家不是这样的。你这样讲，我想休息一下。那你要不要搭？你要搭的时候我又不要搭，我要搭的时候你又不要搭。白薇秀是要怎样？
意见分歧的夫妇俩能否顺利搭起帐篷呢？你拿那两个脚我，觉得这个是底哎，不是你拿那两个脚，很辛苦哎。接受你的想法是需要一点时间的。婚姻就是要很坦白的把感受说出来。我不可以了，我要放弃了。当我们两个人都不在一个最好的状态的时候，你看，我都说会流汗了。我们就很容易会产生摩擦。好累。许久未曾在电视荧幕上合体的戚玉武和白薇秀夫妇，来到韩国全罗南道新安郡的慈恩岛，展开生平第一次的露营之旅。等一下再搭帐篷。可没想到，在搭帐篷时，两人就出现了意见分歧的情况是。我很难说服你的，我发现。 OK 了，你要搭就搭了，来搭，来搭。听你这样讲，我想休息一下。那你要不要搭？你要搭的时候我又不要搭，我要搭的时候你又不要搭。白薇秀是要怎样？你的这种思路不是我自然的作息，接受你的想法是需要一点时间的。不过真的很漂亮嘛，这样一个 view， 对不对？就觉得生活有做不完的事情，那如果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要完成，我觉得其实那就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很难找到一些乐趣，其实很辛苦。说你准备好搭帐篷了没有？搭来。来吧。这里面是不是有那个支架了？哎，不是，它支架不是应该是里面吧？哇，我都是韩语，不会看呢。等一下，你去那边拿，你拿那两个脚我。觉得这个是底哎。不是你拿那两个脚。这是底，这个是底，因为它防水的。一般如果他们放在那个草地上的话，它就是要防水。哇！你看，我都说会流汗了。哎呦，很热啊，又晒又热，很辛苦哎。我都说啊，你帮我弄起来，好累，然后你把它拉出来。好累，来，拿那条东西。好累，好累啊！我的腰好酸啊！快点，很晒，快点，很晒，快点！我不可以了，我要放弃了。我拿你的衣服盖头。不是，不是这样吗？虽然夫妇俩努力尝试搭帐篷，但毕竟是露营菜鸟，最后也只能向导游求助，才顺利搭起帐篷。好，耶，很有满足感哎。I'm so glad I woke up today. Everything is going my way. 你竟然想吃这个？ Someone came right to my door to light the way, make bright the day like never. 就是你的先享受，再来辛苦，挺好的。可能因为我不是先享受再辛苦，那是什么？是一边享受一边辛苦。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，就觉得哎呀，我们赚钱啊，然后才来享受。要一边享受一边赚钱，真的，我想办法让自己 enjoy，要不然日子很难过。就是我觉得是用这种方法来对自己好一点。几年前，当我们两个人都不在一个最好的状态的时候，或者是不够休息的时候，我们就很容易会产生摩擦。但在这一趟的旅程当中，我觉得我们处理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，相互之间比以前成熟了，也会对大家会比较宽容一点，就没有那么较劲。以前会比较较劲。不是有句话叫“游戏人间”吗？就生活就是有时候就很辛苦，能把它当成一个游戏，可能就是不要那么认真，不要就是有一种松弛感。跟你相处的是不能太认真。是，有什么东西都很认真的话，什么东西都要较劲的话，真的很辛苦。所以有时候要开玩笑。最近你不是听了一句话？对，你发给我的。夫妻之前好像要能够讲废话，才可以白头偕老。就是能讲废话就是幸福。
是真的，要不然有时候其实有了家庭之后，很多东西就是必须要去完成了。因为那些东西都是不可以不认真的。very functional， 我觉得很多时候那些我们对话啊，我们的沟通都变得 very functional。所以现在做的东西，你看面向海，然后在这边搭一个帐篷，我觉得这是很不 functional 的东西。是哦，还有这个咯，也是很不 functional。你看，觉得生活就是需要一些很不 functional 的东西才有意思。对，这个我认同。一个婚姻就是要很坦白的把感受说出来，然后大家的价值观对一些东西的看法是什么？我觉得这些都要聊。还有就是夫妻之间要懂得讲废话，不要忘了幽默。我刚才说那个让我想起鸭子，你知道？那里有鸭。哎，那个很像一个鸭子，它的嘴巴的。但它的我觉得像只老鼠。不会，我觉得它前面那边有点像鸭。哎，最后面那个像是野猪。你还在挖什么呢？别挖了。很多东西都是很 spontaneous。眼罩拿走。想要给他的那个惊喜，你可以看你后面来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很热啊，又晒又热，很辛苦哎。不说啦。拿你的衣服开。从来没有搭过帐篷的两人，在导游协助下，成功在海边搭起了浪漫小窝。沐浴在蓝天白云之下，夫妻俩听闻潮汐，吹着海风，享受美好的海边露营时光。有没有发现这边的路边都很多小花？对啊。很漂亮的小花。位于韩国半岛西南部的新安郡，是距离首都圈5个小时左右车程的偏远地区。由于岛屿的特性，平时人烟稀少，让这里的天然秘境得到了保存。感受这片遗世净土，最理想的方式就是骑上脚踏车，在乡间小路上一圈一圈慢慢的踩踏，与美丽的花草树木和田园景致邂逅。当我在骑上那个脚踏车，你会感受到一些会让你转变的一种能量，路边的花，旁边的田地，吹来的风，其实是很享受的。骑完了铁马，在慈恩岛还可以在沙滩骑乘骏马。高哎，这些马。夫妇俩虽然都有骑马经验，但韩国的马好像生性比较好动一些。哇，今天的体验有点不一样，是因为我感觉今天的马很壮，而且好像很有野性的那种。其实是有一点害怕，因为我们在上面的时候，他也问我，他说如果他们不牵我们自己这么骑，你有把握吗？还问我。但是我现在上面我有点害怕。我一直感觉我自己要滑下来，所以我说我没有把握，但他可能就他骑过吧，所以他想要感受一下那种骑马的那种快感。坦白说，我是觉得有点美中不足，就是有2个人拉着我，但我也不敢，因为每匹马不一样，我不熟，所以我也不敢，还是安全比较重要吧。情侣骑马在海边，我觉得很浪漫哎。但是我现在上面我有点害怕，我怎么没有一点浪漫的感觉？1、2、3、go。在慈恩岛的海滩挖蛤蜊是个全年都可以体验的活动。为了不想负责煮晚餐，白薇秀卯足了全力挖蛤蜊。这个里面看得到哎，你看。我要分头行事。哇！
里我已经弄了，这有2、3个。不容易啊。你去深的地方有找到吗？有啊。你为什么要跟我在同一个地方？因为我不想离开你啊。哎呦，天哪！这样的话你都说得出口。他有时候就会冒出一句，让你会很觉得啊，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。但是很多时候他这种话就是有点半开玩笑，但也有半认真的成分在里面了。哎，我知道你在那边很好，我就可以躲在你的 shadow 下面。10年在一起的，我觉得那个浪漫已经不一样了，不是像以前哇我爱我那种很浪漫，不是那种很花言巧语的浪漫。你就不要动 ，OK？ 我就躲在你的这个 shadow 里面。不要在我的 shadow 里 ，Be yourself。我觉得我好像在对你们弹琴，算了。你看我已经收获比你多了，你准备煮晚餐吧。我又找到一个了，就今晚可以煮266。其实我是很喜欢吃蛤蜊的，但是今天我才知道，哇，原来是这么辛苦，这么大个海，你怎么知道哪里有？那这样我是不是应该帮你嘞？不用，你很热，你先去休息嘛。你还在挖什么呢？别挖了，走了走了。Loving you, it's the only thing I know how to do. You make it easy to be with you. Baby, I'll be satisfied. Ooh, loving you. 趁白微秀在室内休息的空档，戚玉武突然有了灵感，想要给白微秀一个惊喜。很多东西都是很 spontaneous。包括后来想要给他的那个惊喜，然后想要用贝壳来给他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，也是突然间想到的。你要做什么？你不要绑架我。绑架你。哦，我知道你刚才在忙着做一个东西，然后你要 surprise 我，是不是？Oh my goodness！OK， 这样可以，这样我已经画了。哎呀！因为我的拖鞋要掉了，我不想掉。好狼狈。眼罩拿走。白微秀。哎。你可以看你后面了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哇，这是一棵树哎，然后充满生命力。啊，送给你的树。送给我的树啊！你是想跟我说什么呢，亲爱的？你觉得呢？充满生命力，就是要我们继续充满生命力吗？对啊，要你继续充满生命力。 Am I still dreaming? I wanna believe. 其实为什么要做一棵树呢？而且写了那几个字，其实他是一个很多时候会很没有自信的一个人，所以我是希望能够让他在自信心比较低落的时候，想到在韩国，我为他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 surprise。然后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星星？那是太阳。什么星星？ 很好，很有创意。我没有想到他会安排这样的一个惊喜，因为他其实每次安排惊喜，我都会知道他做什么的，但这个真的我完全不知道。然后我觉得他那句话就充满生命力，是他对我的一种期待，也是对我的一种鼓励。我觉得两夫妻最大的作用是在他比较不自信的时候、脆弱的时候，会让他感受到一种爱或者是一种支持。 他真的很了解我。谢谢你，亲爱的。Thank you。
这个应该可以了。什么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你吃的是什么？什么？年糕啊？是吗？哇，好吃哎！一个完整的露营体验总少不了烧烤。夫妇俩第一次一起来到韩国，又岂能错过最正宗的韩国烤肉？看到夫妻俩吃得满嘴洋溢着幸福，就知道有多美味了吧？好幸福哦！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旅程，它让我做了一些我不会做的事情，比如说在帐篷里面，过夜。这边没有星星，有一粒月亮。真的是，如果没有那么亮，可能就会看到。哎，你看处女在上面哎。让我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野营，晚上看到月光，哇，又非常的宁静，又是我和维修第一次做这样的东西，就觉得很特别。玩了一整天，夫妻俩早已累坏就寝，不知道第一次睡帐篷的他们能否一夜好眠呢？哇！天哪！那个洞很难找啊！太难了。而且你挖的不快的话，可能它又会跑掉。翻了翻了翻了！看到？刚才好像有一只。戚玉武和白薇秀夫妇在慈恩岛的海边营地，享受难得的露营时光，体验了沙滩骑马、我有点害怕。挖蛤蜊活动。那个大的。烈日当空下，戚玉武更把对妻子的爱意拉满，为白薇秀献上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惊喜，让你继续充满生命力。谢谢你，亲爱的。Thank you。全罗南道新安郡的天使群岛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岛屿。过去各岛屿间的交通只能依赖班次有限的船只，现在则开通的桥梁彼此连接，所以游人只需开车就能跳岛去探索其他岛屿。今天戚玉武和白薇秀的第一个活动，就是要跳岛前往位在雾安郡的昏桐海边泥滩，跟着达人一起体验抓八爪鱼。韩国法律明文规定，每年1个月的产卵季前，禁止所有的泥滩进行抓八爪鱼活动。而今年产季刚好就在我们拍摄结束之后的6月底到7月底之间。确认他们的螺，他们的孔。不知夫妻俩能否成功抓到八爪鱼呢？他是怎么看有没有的呢？这边呼吸孔啊，不，可能确认在下面呢，在下面的八爪鱼。你看很难也很硬哎。对啊，很硬那个泥。你知道有一个八爪鱼不是预测世界杯谁会拿冠军吗？它真的是预测成功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它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动物来的。哇！你越慢越陷下去，真的。我觉得我鞋子要掉出来了。天哪！好难哦。当时我觉得好苦啊，然后又踩进那个泥的时候，又整个人陷下去的。是怎么挖的这个？好难哦！我们走好。走！看看，你们找到了？找到了呀！它原来是这个样子的，丑死了！咦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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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我不要啊！哎呀，这没关系啊！呀！快点燃走它！呀！
很难找啊。做章鱼真的很难呢，又要用很多力，然后也有技巧。啊，太难了。而且你挖的不快的话，可能它又会跑掉。哦，又有一只。哎呦，小跑，小跑，小跑。再跑，再跑。我听说你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动物，你能告诉我下一期的4D号码是多少吗？你不要做这么没有智慧的事情，跟一只八爪鱼讲话。他如果真的有智慧，他肯定觉得这个人类真的是太愚蠢了。找那么多洞都未必会抓得到。亲爱的，我可以不用吃这个八爪鱼的 ，it's OK， 我们走吧。走进来，就不要抓了。走到我的心里嘛，走到我的心里嘛，来吧。他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幽默。白薇秀，你觉得以后我们会不会老到你一只拐杖，我一只拐杖，像现在这样走路？还是一个人拿个拐杖就好了，另外一个人扶着就可以。另外一个推轮椅是吧？我们经常看到一对老夫妇手牵手一起走的时候，都会有一种感触，就以后我们老了会不会也是这样？午饭休息后，夫妻俩来到位于保护区内的太平盐田。位于新安郡的曾岛，拥有占地约11万平方米的盐田湿地，是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土，更被世界教科文组织指定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区。太平盐田规模达140万平，是韩国最大、最著名的天日盐产地。哇！怎么堆成一个山呢？堆不了啊！你让开，让开呀！你叫我让开。推到你啊！你站这边了。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像猪八戒？为什么呢？师傅。哦，嫦娥姐姐。嫦娥姐姐。嫦娥姐姐。我是天蓬元帅。每年4月至10月是太平盐田的产期，期间会有1天1次的盐田体验活动，面向游客开放。游人合力把盐堆成一座小山丘之后，盐田的天空之镜就会出现，让游人留下美丽的倒影。哇！看到的时候就觉得，哇10年，而且那时候吵得都很狠。然后你那时候还说，如果说了就没有意思了。哇，我真的是很崩溃哎。是有什么事情要吓我们吗？好神秘啊！这是我们的房间吗？来，走进去看一下。难道我们今晚就在这里睡吗？哇，原来另有乾坤呢。看到的时候就觉得，哇，很温馨，也觉得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节目，应该也没有人会为我们这么布置，所以也很感谢。好兴奋啊！可以，可以。
哇，这个环境比昨晚的好太多了吧？我觉得他们是故意的。哇，昨晚那个真的，他们故意让我们先苦后甜。很难得的一个体验。对，都难得到你睡不着了，早上起来脸黑黑。工作嘛，所以我就是也很纠结。确实。一眨眼就10年了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记得，哇，我们隔一小段时间就吵架，而且那时候吵的都很狠，哇，那种掏心掏肺的吵。我们2个人都在一起的时间，对于我来说，我一向来都是比较趋向于真实的去面对生活。冬至快乐 ，JP 快点，冬至快乐，看看。我们有甜蜜的时候，我们也会有一些争吵的时候。快点吃，吃。你看是不是？当然，我也希望我们的婚姻能够美满，能够幸福。但是，有很多的因素，并不是我们想要怎么样就会怎么样的。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吵架也是因为很多东西你都不跟我讲，然后你那时候还说，如果说了就没有意思了。哇，我真的是很崩溃哎！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，我怎么知道你在想什么？你有什么事情为什么不能直接说？为什么要我？我是一个很容易被他的情绪影响的人，那有些时候当他皱着眉的时候，可能也跟我没有关系，我都会担心是跟我有关系。这1-2年，我感觉好像我们吵的频率比较少了，吵的时候剧烈的程度减弱了。可能是我们找到对对方越来越熟悉吧，可能，而且可能你也找到了一个跟我相处的一种方式。但至少我觉得有一样东西没有改变的，就是我们到最后都是把那个问题解决了，而并不是不去面对它。你状态不好，你是封闭起来的，你就会有一种气场，然后这个气场我就会很害怕。现在我大概就已经有一点知道是什么事情，但好处是现在你也知道你要跟我讲。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一个东西很感人呢，你说我是你选的，所以到最后我是最重要的。那既然我们都选择了彼此，那就应该要珍惜这个缘分嘛。那当然会珍惜啊！我是希望你有一个你自己很满意的人生，多过于，哇，这个婚姻是怎么样？婚姻只是一部分，它不是人生的全部。但如果有一天你的婚姻已经影响了你追求你的人生，我觉得你的人生更重要。当然，如果你遇到一个很好的、很对的人，像我们现在这样，然后又很好、很美满、很幸福的婚姻，那个是非常幸福的事情。所以我希望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，才能够给你一个更好的婚姻、更好的人生嘛。以前刚刚开始，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每一年我们都会做一个总结，就今年看去年，那2个人之间的感情每一年都一直在越来越深、越来越丰富，都在更好的地方，那就够了。过了10年，自己也改变了很多，你跟我都会继续改变下去。你也不知道我们10年后会怎么样，我10年后会是怎么样。但是我觉得能够找到一个又对又爱的人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哎，所以我觉得我找到了，所以我觉得很幸福。我也觉得我找到了，我很幸福。因为你说的那么细，你说的有点害羞，害羞。You know life is short, only days are long. Please be my escort to where we belong. 早上睡帐篷起来的时候，哇，你说被海浪潮了，又被早上那些拍照的人潮了。你整个晚上都在转身，那一转一转我就跳一跳，一转我就跳一跳。所以我不敢动哎，我睡到我这里很酸痛哎。
个蛋出来了，你看到吗？好奇妙哦！你看，一下子从那边就到那边。你现在有什么感受？困。那你要不要闭上眼睛休息一下？为什么？你困吗？就小睡一下。为什么？要不要？闭目养神。为什么？听话，闭目养神。等我叫你起来，你才起来。你是要给我惊喜？白微秀。快点闭上眼睛，要不然我就拿那个，我就强制性的。你闭上眼睛。你可以睁开眼睛了。Yes。啥呀？这是我送给你的惊喜。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我做了一个相册嘛，记载一下我们这10年的一个旅程，有点像记录我们从还没有结婚到结婚的一些点点滴滴。哇，你还 keep 住这些照片？我愿意在未知的未来继续与你肩并肩、手牵手，一起度过。I love you。其实我所理解的浪漫，它是一个通过时间的积累的一种互相的理解、互相的包容。谢谢。而很多时候是一种尽在不言中，就是因为他理解我，所以他为我做了这样一个东西，说了一句这样的话。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比较能够打动我的。可能就是未知的未来吧。其实昨天我有说到，就是我觉得时间不够，就是我们2个人在一起的时间不够。希望可以一直在一起了。我觉得这个行程很有收获，我也很珍惜这一次的经验。哇，我都是韩语不会看哎。在那边很好，我就可以躲在你的 shadow 下面。最主要是能够有一个我认为我们2个都喜欢的环境，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沟通，很有意思。对，这个我认同。去寻找快乐。白微秀。我觉得生活不是只是为了要去生存，为了活着。我觉得生活是去享受，让你继续充满生命力。谢谢你，亲爱的。去体验。 Thank you。I love you。走到我的心里吧。我希望能够跟维修多做这样的事情。So